你绝对想不到，就是这样一个邋里邋遢，甚至有些丑陋的男人，竟拍出一部令无数人眼泪汪汪的爱情片。因为剧情实在是太好哭，短短1年内就被多次翻拍成不同版本。无数人看完后被他们的故事所感动。男人把一张画满方格的欠条摆在女孩面前，只要每次约会满1个小时，就在欠条上涂满1个方格。等到欠条上的方格全部被填满，女孩所欠的债务就算2清。提出这个奇葩方法的男人，正是当地最狠最不要脸的混混太乙。这天，太乙像往常一样来收账。老板说最近生意不好，能不能宽限几天？见老板想赖账，太乙直接从包里掏出1瓶汽油，二话不说就往嘴里灌，灌完还要逼着老板一起喝。老板面对这样的神经病，不得不想起来自己还有些压箱底的钱。可太乙拿到钱后并没有全部收走，他扔回去一打，接着出门就吐了一地。老练的人情世故让他的人缘很好，这一块就没有他收不上来的债。这天，太乙像往常一样回公司交账，本想可以早点下班，可老板却让他赶紧去趟医院，原来那里有笔很难收的账。太乙不情愿地来到医院，他先是训斥了小弟，然后来到欠债人的病房，正巧碰上欠债人的女儿。太乙被眼前的女孩惊艳到，放荡不羁的他竟有了心动的感觉。欠债人躺在病床上神志不清，太乙知道这笔债可能要不上了，于是便逼着浩庭签新的欠债协议。见浩庭不肯，一旁的小弟开始上前折腾病床上的父亲。被逼无奈的浩庭只好签下债务转让协议，3000万的巨债以后就由他来偿还，靠着自己微薄的工资，不知何时才能还清。看着失魂落魄的浩庭，太乙开始心生怜悯。第二天，太乙再次见到浩庭，他悄悄跟了浩庭一路，发现他不仅交不起父亲的医疗费，就连自己的汽车也打算卖了。他决定帮帮这个令自己心动的女孩。太乙找到老板，希望把浩庭的债务当做自己的中秋奖励。老板看出了他的小心思，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于是太乙连夜手绘了一份约会协议。他再次找到浩庭， 여기 네모칸 보이지? 이게 1시간씩 네가 나 만나줄 때마다 이 네모칸에 색깔을 칠할 거야. 여기가 다 칠해지면 네 거가 돼. 浩庭觉得被羞辱，这简直就是一份卖身契。他让太乙快滚，太乙留下自己的名片，让他好好考虑，然后起身离开。晚上，浩庭坐在父亲的病床前，他已经没钱支付高额的医药费了。经过再三考虑，浩庭拨通了太乙的电话，他给太乙约法3章，见面期间只能散步聊天，出格的事想都别想。这让太乙一下就火了。 야, 너 몇 살이냐? 우리가 70 먹어 놓친 애야? 만나서 얘기하는 걸로 하루에 몇십만 원씩 까주는 게 말이 돼? 없던 일로 하죠. 看到浩庭愤然离开，太乙急忙追了上去。他答应了浩庭只散步聊天的要求，但是加了个一起吃饭的条件。看着一脸扭捏的太乙，浩庭问道：“나 좋아해요?” 太乙感觉自己的心思被浩庭看穿，于是浑身不自在的急忙逃跑。接下来就是每天1个小时的约会。太乙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外表，他挑衣服、剪头发，努力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浩庭面前。可现在的他在浩庭心里还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。虽然浩庭答应陪他一起吃饭，但每次都是他一个人在吃，浩庭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。即使走在一起，浩庭也时刻跟他保持着距离。太乙会买很多好吃的让保洁阿姨帮忙送去。 可浩庭怕同事看见，直接把东西丢到一边。直到这天，提前下班的浩庭看到病房里的这一幕，太乙正在帮昏迷的父亲擦拭身体。浩庭被他的善良感动了，他对太乙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吃饭时，浩庭第一次拿起了筷子，面对太乙夹过来的包子也没有拒绝。爱情的种子开始在两人心里慢慢萌芽。为了能多看看浩庭，太乙会一次排10几个号去他的柜台，然后故意把钱一张一张的存起来，搞得浩庭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不知不觉10几天过去了。 两人的关系也越走越近，但是这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好感，在这天又被太乙给毁了。由于最近太乙总是跟浩庭在一起，市场上的债务收得很不及时，老板就派了2个小弟去催收。看到商贩被欺负，太乙直接跟小弟动起了手，而这暴力的一幕恰好被路过的浩庭撞见，他误以为是太乙为了要债，所以砸了商贩的店。所有的好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浩庭决定跟他划清界限，他质问太乙靠近自己究竟是什么目的。 太乙不知道浩庭为何突然生气，他着急地向浩庭吐露了心声， 사랑한다.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 돈 갚을 테니까 다시는 찾아오지 마. 自此之后，两人彻底没了联系。直到太乙从同事口中得知浩庭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他匆忙赶来递上一份礼金，接着上香磕头行晚辈之礼。灵堂里格外冷清，没有一个亲朋好友来送浩庭父亲最后一程。看到浩庭无助的神情，太乙打电话叫来市场里的商贩。 大家纷纷赶过来参加葬礼，刚好那天被砸的商贩也来了。他感谢太乙当时出手相救，浩庭这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。看着太乙忙前忙后为父亲打点后事，俨然一副女婿的样子，浩庭被感动了。
等到父亲下葬后，两人来到天台。 내가 불쌍해요? 面对浩庭的提问，太医用一个吻给出了答案，两人的关系就此确立。浩庭不想太医再过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，他想用父亲留下的保险金开一家炸鸡店，这样就能给未来的孩子一个正常的家庭。拥有浩庭的太医也想过安稳的生活，于是他找到老板提出辞职。此时老板正在谋划一场大型赌局，只要成功，下半辈子就衣食无忧。他想拉太医入伙，却被拒绝了。太医表示会尽快把手里的债务收上来后再离开。此后太医收款便不再手软，揪着欠债人的头发让他还钱。可当保险柜打开的那一刻，太医却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。医生告诉他，他脑子里长了一颗恶性肿瘤，就是花钱都治不好的那种。晚上浩庭拿出存折交给太医，准备第二天一起去看门店。可来到中介咨询后才发现，他们的钱连郊区最便宜的房子都租不起。太医担心没了自己以后，浩庭的日子会很难过，于是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带着两人的积蓄找到老板，他想要用这笔钱为浩庭赌一个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太医让浩庭就选位置最好的那家店面，钱的问题他来解决。等到租房签约这天，浩庭一大早就赶去了中介所，太医则去了地下赌场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太医是可以拿着钱去签合同的。赌局开始，老板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，看到租金马上就要到手，太医赶忙发信息让浩庭再拖一会房东，自己很快就到。可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，一群蒙面劫匪闯了进来，他们抢走了所有的赌注。太医死死护着自己的那份，但也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，最后一分钱也没能保住。好不容易扯下其中一人的面罩，居然发现竟是老板的手下。太医明白自己上当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老板做的局，他的真正目的就是掳走所有的钱。太医踉踉跄跄地来到公司，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，失魂落魄的他独自来到一家酒馆。这时浩庭找了过来，他在中介所等了一天，直到关门也没等到他的身影。看着伤痕累累的太医，浩庭以为他又去打架了，他质问太医： 안 그러기로 약속했잖아. 그 새끼들 안 만난다고 약속했잖아. 그만하라고. 나도 죽겠으니까 그만하라고. 대체 왜 그래? 왜? 为了不再拖累浩庭，太医说出了最违心的狠话。 씨발 네가 뭐 착각했나 본데. 내가 너랑 씨발 결혼이라고 할 줄 알았어? 浩庭给了太医狠狠一巴掌。看着浩庭哭红的双眼，太医不忍说出自己患病的事实。他用这种方式逼走了自己最爱的女人，所有的苦难与心酸，他决定一人承担。这时身后几个年轻人嘲笑太医窝囊，本来就窝火的他彻底爆发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打斗，最终太医被判入狱3年。本以为自己会死在监狱，可由于病情恶化，太医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监狱出于人道主义，提前1年释放了他。太医再次找到浩庭，面对眼前这个失踪2年的男人，浩庭表现得一脸冷漠。 여긴 어떻게 알고 온 거야? 太医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，浩庭的决绝未尝不是件好事。他决定为浩庭做点什么。经过打听，他找到了之前的老板，如今老板做起了水产生意。太医说明来意，他希望老板把当初自己被骗的钱还给他。可老板却让手下把他暴打一顿，然后关进冷库。绝望的太医放下尊严，跪在老板面前。他哭着拿出自己的脑部诊断书。 그게 내 대가리 사진인데 나 너 절대 원망 안 해. 그러니까 그냥 그 돈만 돌려줘. 太医希望老板能念及旧情，把钱还给他。好在老板还有些良知，太医拿着要来的钱找到浩庭，却被浩庭误以为他又做起了老本行。 너도 이 돈도 다 필요 없으니까 꺼져. 太医失踪后，浩庭每天都过得很煎熬，他心里充满了怨恨。见浩庭不要，不知所措的太医抓着他的手求他收下。就在两人拉扯之际，太医突然感觉天旋地转，他的病要发作了。为了不让浩庭发现，太医一把抱住他，大口呼吸。 他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在这个时候出错，不然一切就都前功尽弃了。很快到了浩庭父亲的忌日，太医前来磕头祭拜。他告诉浩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，他要离开这座城市，以后不会再来打扰。 잘 살아라. 临走前，太医发现角落里那张涂满方格的约会协议，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为了不给浩庭带来痛苦，太医强忍着万般不舍转身离开。在余下不多的时间里，太医总是默默守护在浩庭身边。看到浩庭在餐厅相亲，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太医知道自己是时候离开了，可没走多远他就病发晕倒在地。等他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，缴费单上赫然写着浩庭的名字。原来是浩庭把他送到了医院，也得知太医身患脑瘤的事实。浩庭这才明白太医的苦衷。昏暗的路灯下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浩庭无法想象眼前这个男人究竟有多爱自己，委屈、思念和不舍在此刻全部爆发。太医哭得像个孩子。随后的日子，
浩廷陪太医住了院，即使治疗再痛苦，太医也总是表现出坚强的一面。看着日渐憔悴的太医，浩廷问他有没有想做的事。 그냥 걷고 얘기하는 정도. 听着太医的话，浩廷心里五味杂陈。晚上，太医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他拿出一个用绳子编织的爱心塞进浩廷手里，然后轻轻亲吻他的额头。第二天，当浩廷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太医已经永远的离开了。举行葬礼这天，浩廷选择以太医妻子的身份出席。太医的父亲找到浩廷，他把和儿子最后一次谈话告诉了他。 나 사실 장가갈 뻔했었다. 원래 내 인생이 지랄이잖아. 그런 애한테 어떻게 내 병수발까지 하라고 그래. 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，真诚的爱情永远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。或许你在别人眼中一文不值，但在他手里却是无价之宝。让我们遵从内心的想法，勇敢的去追求真正的爱情吧。